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苦练泼水2小时，游戏现场翻车，网友笑疯，真的快被诚意这波操作给笑死了，简直是年度最佳喜剧素材，你知道吗？这哥们为了录《你好星期六》里那个泼水游戏，自己在上节目之前硬是关起门来集训了整整2个半小时，就跟备战高考似的，你说夸不夸张？上次参加莲花楼的宣传，在现场被水泼的那个狼狈劲儿，估计是真给他心里留下了点阴影，想着这次无论如何也得找回场子，把上次的湿漉漉的耻辱洗刷干净，一雪前耻，这小心思真是写在脸上了，谁看了不说一句好胜心切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严重怀疑那2半小时他啥也没干，就盯着怎么泼水了，脑子里估计就剩下了拿、泼、挡这3个字，跟念经似的，反反复复的练，每一个动作都抠得死死的，从怎么抓稳杯子，到怎么发力泼出去，再到泼完怎么迅速护住自己的脸，一套流程下来，那叫一个丝滑，行云流水，估计练到最后，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水神附体了，站在镜子前叉着腰，心想：来吧，这次我将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谁也别想再把我浇个透心凉。那股子自信，隔着屏幕都能溢出来，简直是胸有成竹，势不可挡。结果呢？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常常给人当头一棒，而且是那种不带水花，但绝对能让你笑掉大牙的棒子。游戏正式开始，现场那叫一个兵荒马乱，大家你争我抢的。杨迪老师呢，跳舞是越跳越靠近放水杯的地方，就等着瞅准时机下手，这是正常人的逻辑，对吧？可我们诚意呢，也不知道是跳嗨了，还是脑子里只有泼这个终极目标，跳着跳着，离水杯趋势越来越远，简直是南辕北辙，让人看得一愣一愣的，这是什么鬼操作？等杨迪慢悠悠地弯腰，轻轻松松地拿起一个水杯，准备发起攻击的时候，诚意那边才如梦初醒似的，一阵风似的冲过来，结果呢？扑了个空，杯子早被人拿走了，手里啥也没有，就剩2只空荡荡的手在空中挥舞，这场景，你说好不好笑？简直是白忙活一场，竹篮打水一场空啊！但是扑空了又怎么样呢？这哥们儿就是这么轴，这么认真，训练了2个半小时的肌肉记忆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他已经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脑子里，变成了身体的本能反应，就像电脑程序被写入了底层代码，不执行完不罢休。所以，哪怕手里空无一物，那套流程也必须得走完啊。然后就出现了令人捧腹的一幕，诚意手里明明啥也没有，却像模像样的做出了拿的动作，然后对着杨迪的方向狠狠地泼了过去，当然泼的是空气，最后还一丝不苟地抬起一只手挡住了自己的脸，仿佛真的有水花会溅到他脸上似的。合着他那2半小时的艰苦卓绝的训练，已经彻底练成了条件反射，甭管有没有水，这套动作一个都不能少。你说他泼没泼吧？泼了。你说他挡没挡吧？挡了。这流程走的那叫一个完整，那叫一个标准，你说他哪里错了呢？人家没错啊。没错，诚意这么做，背后一定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道理，或许这是一种全新的、超越维度的作战方式，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理解不了的境界，他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说起这种刻进 DNA 里的反应，这事儿还没完呢。有现场的果果在网上爆料说，其实现场诚意真的有抢到过一次水杯，眼看着就要成功把水泼出去了，结果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突然像是被点了穴一样，动作顿住了，然后只见他瞬间想起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步骤，赶紧腾出一只手，先去挡住了自己的脸，
然后才用另一只手把水泼出去。你说说，这得多强的肌肉记忆啊！把挡脸这个防御动作放到了比泼水这个攻击动作更优先的位置，简直是防守大于进攻的典范，让人看了真是又心疼又好笑。这孩子怎么能这么实诚呢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这波操作简直是绝了！他的动作啊，真的就好像之前网上很火的那个熊猫萌二，他那个奶爸教他怎么掰竹子吃，奶爸力气不够，每次掰竹子的时候都得使出吃奶的劲儿，牙齿也跟着呲起来。结果萌二就以为掰竹子这个动作核心要义不是把竹子掰断，而是必须的呲牙，这才是掰竹子的灵魂所在。有一次，他费了半天劲儿，终于把一根粗竹子给掰断了，结果竹子都断了，他才突然意识到，哎呀，我刚才好像忘了呲牙，怎么办呢？程毅的走红是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化学反应，他用冷幽默撕掉标签，证明演员不必囿于单一形象，观众用笑声投票，宣告内娱需要更多不按套路出牌的真性情。或许正如粉丝所言，我们爱的从来不是完美偶像，而是鲜活生动的人。赶紧把牙齿呲起来，对着断掉的竹子赶紧补一个呲牙的动作。那种呆萌又认真的样子，跟程毅在节目里扑空了还要对着空气泼水，抢到杯子了还要先挡脸再泼水的样子，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都是那种把过程看得比结果还重要的笨蛋美人既视感。果然，所有可爱的生物，它们那独特的脑回路和行为模式都是一模一样的，都透着一股子让人无法抗拒的纯真和好笑。要不怎么大家都说程毅是我们家行走的人形表情包，是我们心尖上的那个电子哈基米呢？他就是有这种魔力，让你看着他不自觉的就嘴角上扬，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，只剩下哈哈大笑和那溢出来的满满的爱。